好，美国这个新的国务卿卢比欧一上任就举行 QUAD 这四方外长会议哈，强调说要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挑战啊。那川普也说哦，四方对话的这些外长都在华盛顿，说呢，这是川普政府展现对中国大陆的关注，因为他们就是这都是拜登时候搞的，就是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了哈。那但是。虽然卢比欧对中国强硬，但是美国专家是说，川普政府未必跟随了啊？为什么哈？因为川普哈都比他的这些部长哈，国防部长啊，什么国务卿啊，都大20岁以上，这些人都是他儿子推荐的，就年50岁左右。所以呢，只要川普一翻脸，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政绩政策。所以川普你们这些人去搞你们的，但是到时候是我拍板决定啊，那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决定了。川普如果做了决定，卢比欧敢反对吗？反对你就滚蛋了，你就不要在我的内阁里面做。他现在态度就是这样子嘛。好，所以呢，基本上这些人是不是能够真的影响川普不一定，川普不一定会跟随他们。说将来川普要做什么，真的川普是很不可测的了哈。另外呢，马斯克因为他这个行纳粹礼啊，我说。因为你这样看不出来，到底是这样还是这样嘛哈？那他们说之前他还拍胸，就是跟那个还是拍了胸，对，因为底下的人就是非常的狂热的，一直喊他的名字，一让就这样子喊，所以他当然很感动吧？对，但是再怎么样，你把纳粹的这个字再摆出来，这很忌讳的啦啊！因为纳粹那时候杀了很多犹太人哈，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看了一定心里很不舒服了哈。那好吧，我们先看一下川普的内阁。I, Marco Rubio.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走马上任，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第一位川普新内阁。And his primary promise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is that the pri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卢比欧承诺未来将依照强大、安全、繁荣3个方面促进国家利益。Anything that makes us stronger.or safer, or more prosperous. And that will be our mission. And we're ready to go to work, and I know you are as well. 上任第一天，卢比欧随即找来日本、印度以及澳洲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川普誓言要反制中国，4国在面对中国问题上展现一致团结。至于先前在川普庆功集会上做出疑似纳粹手势，引发争议的马斯克。有抗议人士做出马斯克人形玩偶，身体用垃圾等杂物填充，倒挂在米兰的洛雷托广场上。不过，马斯克的争议还没结束。先前他在 X 平台干预德国大选，遭德国总理痛批危害民主。What we do not accept is if this is supporting extreme right positions. 马斯克对欧洲政坛的指手画脚引来的反弹声浪，还有 X 平台被视为是散播虚假讯息和网络仇恨的社群媒体。拥有220万粉丝的巴黎市官方，在川普上任后第一天就选择删除 X 账号。川普2.0内阁显然在国际上争议不断。新政府上任后，国际情势有何改变？全球密切关注。来，伟杰。我想这确实哦，这次川普的再次的上台哦，确实让美国再次的伟大。不管他各项的一个这个行政命令的一个发布哦，不管是边境的一个调整、紧急状态等等哦，包含到这一次呢，他的这个新的这个国务卿卢比欧上任之后呢，也紧急召开了这样的一个四方会谈，就表示说呢，他对于整个中国未来在跟美中这样的一个抗衡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更激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抗哦。当然，刚刚赵哥也提到，就是说，最后会不会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对抗路线？我们从他这一次的关税，目前是说要先调整10%，因为过去的政见是60%，那这是10%，可能是牛刀小试，看中国大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那再来做最后的一个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拟定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川普上任之后呢，各方的这样的一个，尤其他刚刚也提到说，他这是最后的4年，也不能再连任了。所以他很多的政策，他可以做他想做的，而且无后顾之忧。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以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立基点，让呢美国的利益至上。然后至于呢不管是退出这些国际性的组织，不管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等等的，他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美国呢，以自己的一个利益为优先。至于中国大陆，可能为过去在整个国际的一个组织当中控制了很多这些成员，让他的美国无法施展身手。他也必须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再次上来之后，告诉大家说，美国呢将再次成为世界的霸主。那对于中国大陆，他一定会再采取更强烈、更激烈的这样一个对抗的一个策略。好吧，这个昨天有个不幸的事件哈。这个我们有一个女士官长，她刚升士官长啊，她是已经服兵役10几年，将近20年了，在台中被 IDF 的战机的发动机吸进去，死了。哦，因为第一个她身材不是很高大了，不过高大也没用了啊，是她说比较娇小。那个飞机的发动机那个吸的力量是很大的哦，而且其实蛮有噪音的。以前这个松山机场那边也有空军基地嘛啊。那每天早上起来发动，好大声，就民生社区的民众都很叫，附近民众早上都一大早就被吵起来。后来我就要求我说几点以前不能够这个去试车，他要飞机要暖车的呢，不可以，几点以后才可以啊。所以那个声音很大，而且那个吸力是很强的。但是怎么会？它一定有一定的路线，怎么会到前面被吸进去哈？那蛮惨的哈。我们看一下。1991年2月，美军航舰舰载机 A61起飞前检查地形错误，往前走2步，直接被吸入发动机的进气口，当下火光四射，吓坏同袍。所幸 A6进气到狭窄地形，佩戴金属防护头盔，奇迹生还。只是台湾的案例没这么幸运。VBS 月初拍摄 IDF 执行紧急起飞，战机开车后注意到地形的姿势吗？都是从机翼后方侧身避开副油箱，小心蹲下解除轮挡后，沿着机腹蹲着移动到另一侧。同个逻辑，翻开 IDF 关车 SOP， 机工长站在飞机前方引导飞机停妥，助理士必须按机身中段进入，挡妥左右起落架，插上安全销，之后于机腹位置执行一系列检查。退出时必须依安全路线从机翼底下或是机翼后下方离开，千万不能往前往后与进气口或发动机平行走，否则很危险。站在机手的机工长也需注意警戒范围，战机怠速时要离进气口2.4公尺，加油门后要拉更远到5.4公尺。机堡内的地上更有画黄线半径提醒。地勤人员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对于我在哪个区域是安全的，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概念而且必须要真的是完全遵守。如此谨慎，是因为1993年12月测试 IDF 先导型生产机时，发动后地勤最后检查疑似动作太大，从机腹钻出来后，此时站在左进气口前方，加上没有扣拉工作夹克拉链，一旦被吸过去之后，蛮可能连你的人的身体都一起拉过去。惨痛意外让航发中心严格制定地勤动线 SOP， 从此30多年都没发生意外，但如今类似憾事再度发生，也凸显地勤工作不能马虎。那元之你清楚吗？因为主要是要看说他到底有没有按照这个 SOP 啦，因为这样路线的 SOP 啦。如果说都有按照 SOP 却发生这样憾事，那当然就是军方的问题。但如果都是有 SOP 的话，因为现在地检方也介入了啊，所以要看一下到底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觉得现在也不好说了哈。不过我是觉得，因为国防大家现在比较针对的问题是说，到底他们的人员呢边线比到底能不能够达到啦？因为像我们在立法院就常常在问说，现在就去年退伍的人提早退伍的人越来越多，1000多人是过去的4倍。然后这中间当然包括就是募兵的状况，第一个就是薪水啦，现在大概2等兵的薪水大概是36000多，36000多。那很多募兵的人不愿意去募兵的人就讲说，干嘛去？我在外面做那个 7-11 1个小时的时薪，这样加起来都比那边多了。送 Uber 也比那个多，Uber 也比那么多，所以福利招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了他们国军为了要达到一定的募兵的量，所以有时候会跟招募的对象讲得天花乱坠，说你来之后可以上下班啊，都很轻松啊，还可以在职进修啊，什么什么。但是很多进去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呢就离开。那其实这样子反而造成了前段的教育成本的浪费，然后除了募兵之外，甚至连军校，譬如说三军官校，现在招人也都招不满。我们看到很多那个训练的画面，人都很少。然后像而且招了以后，他又退役，也有退役的状况，因为赔钱，也赔钱。然后像中正预校之前也有一个风波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有些人他的成绩没达到，但是怕他退
退伍退学，就去放宽标准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这国军的人力怎么样让它维持量跟质，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文化部就最近立法院在这个审预算啊，然后大概删掉3.3%的预算，然后再加上台电的1000亿不给他补助了啊。台电1000亿不补助的原因就是说，你民进党你本来核1、核2、核3都可以延了，你不延了，1块的电一度1块电你不用，你要用这1度5块的电哦，你1度1块电能够用至少如果20%能够平均一下电价会下降。那你就每年这样台电补助了好几千亿，都快破产了。要么只涨电价，要不然就补助台电。所以其实这是政策性，但是蓝白要讲清楚，这政策性要你检讨你的能源政策了哦。好吧，这个李远就说呢，部长啊说他拿到一份招降书啊，那太严重了哈。而且呢说在野党是钳制思想自由，因为预算被删及冻44亿，他其实哈。这个删掉只删了11亿，冻结了34亿。大家一定要知道，冻跟删是完全不同的。对，删是真的删掉了，冻是这个你以后来报告再冻之，哦，类似这样，比如说这个潜舰，哦，我冻10亿，那你等到这个海鲲号海测完毕没有问题了，我再准你后面冻之。你如果有问题，那你干嘛要冻后面？不需要嘛。哦，这其实是合理的了哈。民进党以前这个也经常去冻结人家的预算呢，哦。那文化部就说在野党呢钳制思想自由哈，那另外呢这个文化部编了290亿的预算啊，290亿只删掉11亿哈，这算什么呢？你自己想想看，290亿删，那你都不准删，那我干嘛审你的预算呢？现在只是各部会有奉中央之命了，集体在那边喊穷，在那边哭穷啊。那这个媒体宣传被减列了啊。为什么？因为媒体宣传经常都是就是肥的3立跟民视啊，那你可以这样干吗？要不然就是培养一堆小编啊，蓝白当然气嘛，给你钱之后你回来骂我哦。然后呢，公视及台湾 Plus 变了2.43亿，中央社1600万，黑潮计划4000万，表演艺术2000万哦。然后呢，中正纪念堂3000万，联合典藏库房1亿哦。然后呢，这个反正这些钱。然后删了5.9亿，就是删的这个费用了哈。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它是冻结了34亿，但删只有31亿，一共290亿，31亿。你告诉我到底这删多还是少？其实还好嘛，要不然你叫我审查什么东西呢？我都不能删，我要干嘛要我审查？浪费我3个月时间，干脆你编了你就通过算了，根本不需要我审查。哦，法律也不必规定立法院要审查预算了。那另外呢，李远呢为了护这个预算，说我们台湾的漫画2027年要超过日韩，全场傻眼，连民进党立委都不好意思说啊，要比日韩高哦，他就说这个是我3年内要达标，这是我个人的志愿了哦，我希望这样子了哈，那能不能做到呢？这其实我当然也能不能做到，大家去想嘛哈。那另外呢，陈玉珍说这个要饭啊，你们这个来要饭。让影视界生气了哈，导演协会有回击说，什么要饭？孙中山也到处讨钱，革命才能成功啊！哦，问题是，你台湾演艺界这几年，你到底拍出几个真的是脍炙人口，大家感动，同时甚至还可以外销到这个国外的片子嘛？像韩国就是蛮成功的，那台湾有几个这样子的东西呢？哦。不是政府不能补助了，政策性的补助也可以了，但是也不能都去袒护民进党，都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嘛。那文化人都是意识形态为主，你们自己好意思吗？你自己想想看，真的好意思吗？哦，那洪汉廷就说你是银河绿营拿补助嘛，用文化之名去洗人民的脑了哦。而且呢，你说这个电影制作公司董事林鸿军是绿营金主。哦，那当然你光找一个人出来也不见得公平了。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要检讨一下了。哦，那你都不能批评，都不能骂，就最后公视也不过23亿，才删了2300才删了1%而已嘛。你不要看提案委员，因为有3000个案子，每个委员合各言而至嘛，到最后删掉，实际删掉多少，那才是真正重要的嘛。
哦。那么那现在就是变成个别委员提的什么意见也被人家拿出来放大来骂了。其实那不见得是党团的意见，不是那个党的意见了啊。那体育也说说这个洪一中，因为他们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洪一中教练说不是坏就是笨，怎么算我们提的预算呢？哈，王宏威就说删你什么预算，对不对？只删官员的预算呢，选手的费用不受到影响啊，只不过是官员的出国费用删掉15%，有什么了不起呢？只是你不要做商务舱，做经济舱，了不起就是这样而已嘛。哦，删的什么这个预算会怎样？哦，所以呢，这个体育署旅费预算删了70万，被传说删掉11亿了。哦，所以他只删他的这个旅费预算了啊。那洪孟凯就说，体育署今年的预算增加19亿，你增加都不讲了，哦，只讲那个删掉你多少钱来算，哦，那这个。体育署的预算呢，一共被删减是1亿，差不多1亿152万，冻结4500万，所以呢，合起来冻结加上删减的，也就1.96%嘛。哦，那去年的预算是54亿嘛，今年审查删掉的预算73亿，比去年还多36%嘛，哪有真的删？多那么多啊，对不对？你现在各部会预算都增加很多啊，我们看一下。引起忧心的还有体育界，洪总就说，棒球正热却删预算，不是笨就是坏。但细看统删15%，其中出国旅费、教育训练费都是公务员官员使用，非选手。今年的预算，体育预算比去年多了将近20亿，增加了36.3%的幅度哈。所以我想，大家不要被。尤其因为政府还带头在造谣。除了体育界，艺文产业文化部被删11亿元预算，李远就说受羞辱后拿到的还是一份招降书。而电影导演协会发声明，再穷还有创作自由，更指日前的要饭说孙中山先生也是到处讨钱才能革命成功，各种团体发声争取裁员。国长，我是觉得总统跟卓院长啊，他们是诈骗集团的这个头目了哈，还有。民进党显示无能嘛？为什么只会说谎？为什么要造谣误导老百姓呢？到现在，立法委员审查预算是天经地义，也是立法委员的天职。说实在的，今天总共所有总 total 也只不过是6.64你还告诉人家。卓院长告诉人家，我们删的预算是16.4%。我说，卓院长，你不要说谎，诈骗集团就是你。所以我说实在很简单，就像劳动部，删的预算，他出纰漏的单位，删的预算是非常少的。告诉所有劳工朋友。劳工朋友总共有12000多万人1000多万，对，1200多万。结果一天到晚我接到电话说，为什么我把劳保补助都把它删掉？我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删这个预算啊。结果这个叫什么？政府造谣误导嘛。所以我说实在的啦，那为什么会产生洪一中？拜托，那删的是也就是政府官员出口的预算，跟这些选手的预算有什么关系嘛？可是他就是误导，然后造谣嘛。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政府，你如果有能的政府是不会在那边造谣。现在都很简单啊，他们说要提复议，好啊，提复议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要奉劝执政的民进党。你们8年来就是这样搞，就像去年也只有2兆多今年都快给你3兆，你说无法运作，那无法运作你就下台嘛。所以我是觉得啦民进党可以凸显到一个就是无能，然后造谣误导老百姓。所以咱台湾百姓拜托唔好听政府他妈胡说八道，没有这回事。不过这是有效的是有效，很多人跟我反映是每个人都是很多人跟他们反映对，说怎么删这么多，这个也被删，那个也被删，所以国民党真的委员这段时间呢，好好的把你为什么删把它讲清楚，每天开记者会讲清楚，
反正现在没什么新闻了，你们就开记者会，媒体一定会登啊，否则你听到一面之词嘛，听不到反面的声音嘛，对不对？不要说都想要过年出国，要留几个主力干部，好好把话讲清楚。来，这个佩霞，我先讲一下刚刚讲说那个李部长，我记得他是电影界出来的嘛。所以他对电影，他作家，那对，然后新电影的很尴尬，就是说我老实讲，你扶持一个产业，我们没有意见，但是你扶持一个产业的时候，你总是要给我们结论，你知道给我们结果啊，因为我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啊。那身为立法委员，身为国会议员，去审查预算，去 review 后面的结算到底有什么结果，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刚刚李议员就直接讲，他是作家，他直接讲一句，就是说那时候那个案子是小罗，就是那个罗廷伟。在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去质询，他们在第一轮审预算的时候，在讲说，这个国家漫画馆，那我要冻结他5000万的预算，这一笔我要冻结下2500万，原因是因为说他知道说应该在台中吧，好像在台中国家漫画馆里面动线不明，而且厕所可能有问题，那先动2500万，我希望你们能够改善。然后李议员就说如果你冻结我们2500万的预算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超日赶韩，然后让我们的漫画，让我们的动漫能够在2027，也就是后年，能够比日本、韩国更好。然后听到说，全部人傻眼，因为很明显的术业有专攻。动漫这个事情，这个产业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一个大型产业，不是只有日本、韩国、美国的 Marvel 也好，还是说我们知道七龙珠现在一直在翻拍就翻拍，变成是说你要从这个漫画里面要能够红，然后之后就做成动画第一个市场要能够接受，你完全不走市场机制的时候，你这个漫画的推广就是一场灾难，烧钱也烧得很凶。第二个，如果说你市场能够接受初期的漫画之后，你要把它动漫化，变成说这动画再去做的时候，要烧更多的钱。第三个，你说你台湾的漫画要能够超过日本的七龙珠，还是死神，还是什么火影忍者、Naruto，然后是超过韩国，那基本上来讲，你要花的钱不2500万怎么可能够？因为2500亿烧下去3年都不够啊。所以说，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去帮你自己的预算做护航，然后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让人家觉得说。当下我觉得，如果民进党的委员听到这些差别很傻眼，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帮自己护航？2500万，对，就等于说你只花2500，你就只花2500块对抗骇客一样，那是根本不对等的战争。所以说后来也没删也没动啊。对，如果他照自己讲错，不过就很扯啊。没删也没动。同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件事，你不要去撒谎，你不要去硬凹，你不要去。我们现在在立法院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就是硬凹、撒谎、双标、造谣、抹红。我们天天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到立法院1年，辟谣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我们2个可能受害最深。我是因为国良原因，他是因为自己，变成是说我们，所以你是无辜的，我们还在第一个造谣出来的时候，我们光辟完第一个谣的时候，他跑第4个、第5个去了，而且他们所有网军侧翼全部都出来。我们当然到立法院之后，每个人都很生气，尤其在野党人，每个人都很生气，每个人都想温文儒雅，好好务实问政，到最后每个情绪化都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部长们也当面跟我们造谣？第一轮讲的东西，甚至很多案子，我知道国成委员提的案子是部会首长说你可以删这一些，我们 OK 的。结果他们就直接在第2轮再表示说不要删这个钱，都是你们要在删之前打扰国家发展，这是你们部会首长答应的好不好？所以当下整个总预算的20个小时，不是说大家都不认真，每个人很认真，然后听人家撒谎。我们听了20个小时撒谎。这次问题为什么删这个预算？第一个，所有部长、所有部会。通通不沟通不说明，对，一问三不知，可见每一个人带着独白，是完全没有。好，过去各党都会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可是今年很怪，柯建铭一个人唱独角戏，可以讲他的历史渊源40分钟，从盘古到尼文雅，他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给你搞乱。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很特别的，我说民进党无能就是这样。问部长说这笔预算为什么会这样？举例，这个数位部里面你自己写哦，你的清洁工58人，我开记者会都已经讲了，结果他说没有，只有5个，其他都是聘雇人员。我说你要讲清楚啊，他部长也讲不清楚，到最后我要删的时候，他才讲说没有啦，清洁工只有5个，其他的部分是。聘雇人员，但是都用清洁工编列嘛？对，他写的就是清洁工58人、你预算不能乱写啊。是，
要照实写。不过基本上这样就是因为立委现在一定很挫折了，你质询没用嘛，他不理你嘛，所以在预算的时候，比如说像刚刚讲这个小罗在这个台中说那个国家什么漫画馆，说动线有问题，厕所有问题，现在很多公共场所厕所有问题，女厕太少啊，所以你每次看到女生那边排队，男生那边很空，那这种厕所有问题就应该改嘛。那平常叫你改，你也不改啊，所以就把预算冻结，说你改了以后再动资。他只有这个方法，那否则怎么办呢？对，那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地区选民的反应或是利益嘛。我现在不得了，动资就要命了。你只要照着这个建议，如果有道理，没道理当然没有道理，有道理你就改或是说明啊。有很多只是出一个书面说明，说我已经怎样也就好了嘛。冻结最后真的被删，冻结几乎通通后来都是通过的，他要删就删你了，冻结其实不算删，那差很远了。吕远可能没当过部长第一次当以为冻结哇就不准我用了，其实不是的。休息一下再回来。